能疼你吧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不堪一击呀！你个大坏蛋，再敢欺负妈妈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爸爸，我感觉到妈妈有危险，我要带你去救妈妈。小地瓜身为少年之尊，与母亲之间的感应倒是很强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弦外传音，师尊之境。谁在这装神弄鬼？给老娘出来！老七敢拿妈妈主意，罚你一辈子都吃不了地瓜。这小女娃是你带来的？如此口无遮拦，活腻了吗？我闺女怎么样？轮不到你来管。哼，你就是万云那个病秧子老公吧？说到底，你还得谢谢我。当年要不是我给他下了媚药，你一个普通人，还想娶一位女武神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？当然是拿命来谢！爸爸别怕！哎，小地瓜，别！别杀人！少年至尊，这怎么可能？过来，谁让你这么调皮的？爸爸妈妈没事吧？妈妈没事儿，妈妈很快就会醒的。这就是妈妈吗？妈妈和我长得好像呀。傻丫头，是你长得像妈妈。嘿嘿。神殿殿主龙晴来迟，还请师父责罚。龙晴姐姐来啦！小师妹，恭喜你斩杀北域援军，此等战绩足以列入神殿天榜。龙晴姐姐，天宝是什么？比地瓜还好吃吗？小师妹，这天榜乃是神殿所创，按照实力给天下高手排名，很多高手穷极一生，连天榜的末尾都难以出几呢。6年前，我的修为被3域武道之高以生命为代价联手封印，在我没有恢复之前，小地瓜的身份还得隐藏。传下去，万云斩杀北域援军有功，为其开天宝，入天宝末系之位。可是，这师母的实力，抢自己女儿的功劳，也不算抢嘛。云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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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大人，我们一来便发现北域援军的尸体，没想到大人真的成功斩杀北域援军。北域援军，我杀的。恭喜啊，云儿！我已经通知了我的叔叔，他是神殿供奉，他跟我说神殿已经准许你加入天宝。大人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神殿可是天下至尊强者心中至高的殿堂。6年前我被迫嫁给一个病秧子，受万人耻笑，连带整个万家都抬不起头。无论是不是我生的，我都要一个机会去证明我自己。还未找到我未婚夫的下落吗？是，6年前3域至尊强者围攻龙国，上任神主只身应战，3域强者几乎无人能生还。小姐，你确定你那位未婚夫就是上一任神主吗？我确定。虽然上一任神主神秘至极，但我曾在官方的绝密档案中看过那一战的视频，那场里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叶枫，到底在哪？老大，确认过了，就是这个小劫种，动作干净点啊！叔叔，你们是来陪我玩的吗？哼，我们呢是来送你上路的。
有人花钱呢，要买你的命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妈妈可是很厉害的，你们不要乱来。小宝贝，是这样啊，叔叔不怕告诉你，要买你命的人呢，就是你妈。胡说，妈妈怎么会杀害我？王这群坏人，我生气了！动手吧！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？美女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啊，这可是中海万家安排。万家的万云小姐可是即将入天网的存在，她要动弹，你保不住。小姐，附近有高手的器械，高手？多高？很高。我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妈！做如至尊。说，你刚才是不是在骗我？没有没有，他确实是那。你再说一遍。小祖宗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是骗你的还不行吗？小祖宗，你放过我，快走啊！爸爸说过，不能在外人面前展现实力，万一让人看见了。我们只是路过。没关系，这些都是爸爸说的啦。但是我相信姐姐是个好人。你爸爸？我爸爸叫叶枫，是个好爸爸。姐姐再见。小姐，他口中的叶枫可是你要找的？派人去查一下万家底细。师傅，天帮已经安排人从神殿送出，这是诛杀玉品，应该由你亲自为万小姐清理。我现在无名无分的，到时候还得由你这个神殿殿主亲自为云儿提名，为万家造势。师傅，当年一战，3域强者尽弃生命，多年的人的修为，您他安过冷井，只要一恢复，就会回神殿主持大局。恢复修为吗？坏了，师傅，还有一事，那天有杀手对小师妹不利，说是万家之事。万家？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当年您指腹为婚的妻子云家大小姐云瑶也在现场，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。杀手一事我会找人查清楚。至于云瑶，我只能说无缘无分吧。云儿啊，时隔多年，你终于如愿以偿的登上天榜了。虽然天榜末席，连入神殿的资格都没有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加入神殿。到时候，女儿啊，你就是这片龙国土地上真正的大人物了。不过，现在当务之急，你要跟叶枫那个病秧子早点离婚。欢迎中海各位世家豪族肯赏脸来参加云帅的登榜宴。天榜已经6年没开了，能沾云帅的光，共享此等盛举，我们与人何言呢？错，时隔6年天榜未开，不知天榜排名会有何变化？如今的天榜第一又是谁？天榜有何变化，我并不知晓，但是天榜第一一定是那位。沈大人，你说的是上一任神殿殿主6年前独灭3域至尊的至强者？正是那位。不过那位大人神秘无比，姓甚名谁，我们至今还不知。那正好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我们能有幸目睹那位大人的真名。天榜到！想必是神殿的人来了，快随我起身恭迎。妈妈，小地瓜，请你吃地瓜。丽儿，好久不见。是小地瓜，非说要给你个什么惊喜。谁让你们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妈妈，这小女孩竟然喊云帅妈妈，
我怎么没听说云帅还有孩子？那这个男人岂不是云帅的丈夫？这件事在中海可造的丑闻，知道的人不多。6年前云帅在战场上受伤失踪，几个月居然挺个大肚子回来了。自那以后，万家就多了个傻儿女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男人是趁虚之威？没想到云帅的老公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怪不得云帅这么多年一直征战，连家都不回。这个小东西怎么来了？我不认人。小地瓜，没事啊？妈妈就是太久没见你了，有点不习惯。我的女儿6年没看见自己的妈妈了，今天是云儿的好日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妈妈，小龟好想你。妈妈，抱抱。站住！别管。爸爸。别怕，小地瓜。云儿，你吓到咱闺女了。别喊我云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喊？叶枫，从你当年入赘万家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不是没警告过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不准你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事儿或许是我有点不对，但是小地瓜这些年真的很想你啊。就按我们之前商量的来吧。今日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万云当着中海各大家族的面在此宣布，你叶枫被我休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万家再无瓜葛，你与我再无瓜葛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初你害得我女儿意外怀孕，现在又恬不知耻的找上门来，我看你就想爬高枝吗？我没有想占万家便宜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负责？拿什么负责？要不是我女儿大着肚子，我们万家顾及颜面，还会让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得了便宜吗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已然登上天榜。叶枫，再纠缠下去，沦为笑柄的只会是你。带着你和你的女儿，拿着休书，滚！我带着女儿，苦苦守了你6年，换来这么一个结果。你可以不承认我这个丈夫，但小地瓜终究是你的女儿，你起码要做到一位母亲的责任，不是吗？责任？我万云从来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任，尤其是你和你这个孽种。我从未承认过她是我的女儿，现在不会，以后更不会。爸爸妈妈不要我们了。要？你和你这个废物爹只是我人生当中的污点罢了，你身上流他的血就是原罪。我此我爱，无情无德。万云，你愧为神母。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在已登天榜的我面前，你连摇尾乞怜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不过是一个连你自己都养不活的病秧子罢了。离开我万家，你和这个孽种只能出去乞讨。我为女儿取名为盼归，就是盼着有朝一日你能回来，让你登上这天榜，也是希望我们一家早日团聚。没想到，真是可笑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不要妈妈了。妈妈没事啊，只是爸爸体内的脏东西不见了。小地瓜，你以后可以不用隐藏实力了，因为从今开始，就算4亿至尊加在一起，也动不了你。别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了，带着这个小孽种，从这儿滚出去！装神弄鬼？你以为仅凭你自身就可以登上天榜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弃如敝履的女儿，助你登上这梦寐以求的天榜之位。虽然只是梦想，
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小不点杀了北域阎君？你开玩笑呢？北域阎君乃元帅亲手镇杀，你说是你女儿的功劳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如果你想以这样的说辞，让你和这个小孽种留在我万家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算盘打错了。当年若不是我担心毁掉武道根基，我早把这个祸害打掉了。爸爸，我不是祸害。祸害？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亲生骨肉的？别忘了，他体内流着你一半的血啊！没错，他体内是流着我一半的血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还有你一半的血。肮脏的让我感到恶心。当年若不是我身中媚毒，又怎么会被你这淫贱下流之人有机可乘，毁我清白？我不杀你，与你亦是万幸。杀我也是万幸，没想到我叶枫也会有让人如此鄙夷的一天。以下犯上，毁我清白，难道你不该杀吗？你若再不走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妈妈，你不要伤害爸爸，爸爸是个好爸爸。当年我主动入赘万家只有2个原因：一，我为我当初的行为负责；二，我不想让潘归一出生就没了父亲。别说你万家那点权势，即便是已经登上天榜的你，在我眼中屁也不是。大胆，敢对我家大人无礼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且神殿大人物即将到来，不宜发生冲突。地位决定眼界，以他这个身份，估计连天榜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，所以说才会口出狂言。你根本就想象不到，能登上天榜的人是何等的精彩艳艳。是，我是想象不到。好，那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是个废物了？我是没有想到登上天榜末席能让你们如此自命不凡。天榜设立之初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衡量财富、身份、地位之高低，而是在于你们于国于家做出过多少贡献。说到底，你无非就是嫉妒云儿登上了天榜，和你的差距越来越远罢了。天榜末席，与我的差距的确是遥不可及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一个病秧子有什么资格口出狂言？我听你这意思，难不成你也是天榜上的高手吗？没错，龙青姐姐说了，我也能上天榜，爸爸自然比小地瓜更厉害。龙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？你傻了吗？龙晴正乃当今神殿殿主，这小家伙认识神殿殿主。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，撒谎成性。叶枫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啊？为了你那岌岌可危的自尊，竟然让一个孩子替你撒谎，你那点自尊就这么重要吗？在你眼中，我就如此不堪吗？你若是盘旋于这9天之上的真龙，早就一飞冲天了，又何必为了那一丁点的权势来我万家当赘婿？叶枫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若是玷污了天宝，在场的人没有人能救你，还不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放开！我只是想让你们看看，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，就犹如这天榜之首跟天榜之末一样。把你那脏手给我拿开！天榜岂是你说接就能接的？天榜只能由神殿的大人物揭开。神殿殿主龙晴大使即将莅临于此，来为我们云儿接榜提名。你若是提前把这天榜揭开了，就是等于拿神殿殿主的脸面的扫地。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，就赶快滚下来！这天榜你没资格接。我没资格，这天榜本就是我所设立，也是为我才会来此。要是我没有资格，那就不会有人有资格了。你这不仅是在玷污天榜，更是藐视我家大人，藐视神殿神威。
就算是龙情亲至，他也不敢怎办。你放肆！你带着这个孽种闯入我的提名宴就算了，如今你竟肆意妄为，亵渎神殿，不尊重神殿殿主，你是非逼我现在就杀了你吗？你赶紧给我滚过来，跪下磕头认错，尚有活路可言，否则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死路一条？若是之前你说这话还有可能，但是现在我修为已经解封，这世上还无人能让我死路一条。哼，之前也不行，小地瓜会保护爸爸的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云儿，我看不用跟他们废话，不如先将他们拿下，等到神殿大人来临之时，再将其定罪。叶枫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好好珍惜。来人！谁敢欺负我爸爸，小地瓜就揍谁！这个小孽种，什么时候偷学的武功？当然是爸爸教的。别以为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叶枫，你可真是个废物啊！就知道躲在孩子身后吗？叶判官，你还不让开？看在你是个孩子的份上，大家不会为难你的。我不，爸爸做错了什么？妈妈，你要这么对他？像他这种卑贱之人，不配做任何人的父亲。还有，你别再叫我妈妈。我永远只有一个爸爸。婉云，你何必做得这么决绝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认我们父女俩，那我们可以好聚好散。你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小地瓜的心。好聚好散？你以为我们会轻易的放过你们吗？你们父女俩今天想走也晚了。所以那天欲对叛归不利的人，真是你们万家派来的是吗？是又如何？没想到这个小孽种运气还不错，躲过了一劫。万云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血浓于水啊，在你们这些无情无义的人眼中，简直是个笑话。爸爸，你别难过，你有潘龟在，谁敢欺负你，打他们满地找牙！你这个小孽种，还没有那个本事，拿下他们！是。叔叔也太弱了，我只出了3分力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小孽种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气势？这个气势是少年至尊。这小女孩竟然是少年至尊！少年至尊天资卓越，前途无量，若是能好生培养，将来必能成为龙国天花板级人物。这么说，我们是捡到宝了？叶枫，你早就知道了。如你所见，小地瓜正是万众瞩目的少年至尊。如果因为小地瓜的天赋，万云肯接受我们父女，就算我再受点委屈，也无所谓了。叶枫，你少在这里给我得意忘形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躲在女孩身后的废物罢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云儿？没错，叛龟能成为少年至尊，那是因为有我们万家血脉的功劳，和你这个病秧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万家血脉的功劳？没错，叛龟身怀万家血脉，所以才成为少年至尊的。方才你们对叛龟不信，现在得知他是少年至尊，却立马换了一副嘴，你们不觉得恶心吗？啊！云儿之所以这么做，单纯只是对你这个废物病秧子有意见罢了。至于叛龟嘛，那完全都是受你的牵连。没错，云儿是叛龟的亲生母亲，怀胎10月，怎可弃他于不顾？既然是亲生骨肉，那我们留下也好。云儿，你知道一位少年至尊
会将你们万家抬到一个何等的高度吗？听说无敌于世间的上任神殿殿主，年少时便是少年之尊。我的女儿，判官可以留下。至于你，我看在判官的面子上，我可以饶你一次。现在，你可以滚了。小地瓜不要爸爸走，小地瓜要跟着爸爸。你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，婉云，我对你彻底失望了。云儿是判官的母亲，只有跟着云儿才对她更好，也只有跟着云儿，她才更有出路。跟着她会有更好的出路。云儿本来就是龙国的女战神，现在马上要登临天榜，往后更会受神殿的重点培养，未来亦可平步青云。而你呢，只不过是个废物病秧子，你有什么资格，又有什么能力，能照顾好一位少年至尊？坏蛋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爸爸。这些年，万家何曾管过小地瓜？他生下小地瓜后6年间，从未回来看过一眼。叶枫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以判官的天资，日后必定前途无量。难道你要拖着他，跟你一起自甘堕落吗？才没有，小地瓜的功夫都是爸爸教的。判官，你一定是不认识妈妈，对不对？才撒谎的。相信姥姥，跟着妈妈呀，肯定要比这个废物要强100倍呢。你的爸爸不过是个病秧子，他有什么能力照顾好你？叶枫，把女儿留下。今日你冒犯天榜、亵渎神殿的罪名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小地瓜在我眼中，就是件可以用来被骄傲的物品。叶枫，你放肆！我家大人不问罪于你，已是天大的恩赐，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想怎样？小地瓜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我身边带走，任何人都不行，包括你。爸爸，小地瓜哪儿都不去，小地瓜就一直跟着爸爸。小姐，那个少年至尊的确是万家的那位女武神万云所生，只不过是意外，一直被视为万家的耻辱。视少年至尊为耻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万家是当世第一大家族呢。可能万家并不知道这个女娃的实力吧。还有一个传言，就是这个女娃的父亲叶枫6年前迷奸了那位女武神。若真是如此的话，我怕她并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是不是？一看便知。备车去万家。您真的要去万家？我已寻找神主多年，不想错过任何可能。云儿是判官的母亲，血浓于水，收回自己女儿的抚养权，理所应当。血浓于水，理所应当。反观你们之前的作为，说这样的话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明白你意思了，想要好处，我可以给。这张卡里面有500万，作为你这些年单独抚养判官的费用，可以了吗？6年来，你一次家都没回过，几次我说带着女儿去找你，你也以各种理由回绝。作为他的父亲，我原本想为他争取的，只是他应该有的母爱。难道你是嫌这500万不够吗？叶枫，你就作为一个废物，这500万对于你来说不少。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万云，你不配当判官的母亲，更没有资格把他留在身边。放肆！一位少年至尊的去留，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没资格的人是你，你离开了我们万家，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罢了。还有谁会嫁给你吗？难不成你想让判官当一辈子没有妈妈的野孩子吗？谁说没人愿意做判官的母亲？这不是云家的大小姐云瑶吗？云家乃4大家族之一，地位显赫，远非其他家族能比拟。这等大人物，也被天宝突然惊动了吧？是漂亮姐姐。小判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叶枫，果然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
怎么就这么不想见到我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都没来找过我。当时我为了寻你，几乎踏遍了整个龙国。云小姐也是来观摩登榜仪式的吗？在下上京沈家二公子沈岚山。什么沈家？不认识。云小姐方才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刚才你不是说没人愿意给盼归当母亲吗？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愿意。难道这是身份尊崇的云大小姐看上了那病秧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云小姐怎么能看上那个废物？她肯定是为了这位少年至尊而来。刚才你没看见云帅和云小姐的女儿打招呼了吗？云小姐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看来云小姐今日来者不善呀。你与叶枫已经离婚了，而且自从盼归出生起，你从未照顾他一天，甚至还派人对他不利。你这么狠毒的女人，不配当母亲。怪不得先前这么有底气，原来是拿着自己女儿做筹码，搭上了云家这条大船。云小姐，你也真是舍得，为了一位年少至尊而已，连自己未来的幸福都不顾。万小姐误会了，我今天是为叶先生来，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。什么？什么？未婚夫？他？叶枫？云小姐，您没搞错吧？他只不过就是一个万家的废物赘婿，他不仅一事无成，还一身恶疾，那半条腿都快入土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您的未婚夫啊？对呀，他连孩子都有了，你怎么能看上他呀？闭嘴！他的身份，你们还没有资格评议。你，云小姐，如果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病秧子的话，你大可以把她带走，但是盼归是我的女儿，必须留下。我不要，我要和爸爸在一起。如果盼归不愿意跟着你，那么没人能强迫他。云小姐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个病秧子跟我作对吗？万云，注意你的身份。你虽登临天榜，但也仅仅是默契，而我云家有位列天榜前10的绝世高手，作对，你还不够格。你，好了，叶枫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万家养了你6年，你竟然做出这不懂妇道之事！我不守妇道，你还在狡辩啊？你看看，人家都找上门来了。我爸爸才不是呢！你们还真能颠倒黑白啊！明明是他们俩先纠缠不清的吧？叶枫，你放肆！我家大人与沈大人乃郎情义切，天作之合，你才是插足的第3者。现在攀上了云家的关系，你也用了不少卑劣的手段吗？一定是你把女儿换给了云家，才换取云小姐自降身价的青睐。毕竟，一位少年至尊的价值不可估量吧？卖女儿上位，叶枫，不得不说，6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人渣。别用你那狭隘的目光来看我，还敢狡辩？否则云小姐凭何看上你这个病秧子？云小姐，无论如何，盼归都是我的女儿。如果你不插手此事，待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万云必定奉上厚礼。只要云小姐作弊上官，我们万家定奉你为座上宾。如果我说我偏要呢？那就别怪我们冒犯了。你们敢对我动手？云小姐贵为上京云家的大小姐，我等自然不敢冒犯。但是如果云小姐执意如此的话，神殿会坐视不理吗？神殿，我叔叔乃是神殿供奉，他跟我说了，以后必会让云儿进入神殿，且是神殿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你现在得罪云儿，无异于就是在得罪神殿。威胁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云小姐，虽然说万云只是登上了天宝末期，但是胜在年轻。你现在得罪了万云，就是在与天宝较量。是什么让你们如此自信？他万云未来一定加入神殿呢？以不到而立之姿踏入天榜，还有什么不够？万云，北域阎君是否为你所杀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或许我就不该把女儿的功劳让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万云，我可以让盼归成就你，同样
也能让你失去这一切。你说什么呢？就凭你也配吗？龙青，传我命令，取消天榜提名仪式，并将万云踢出天榜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个病秧子竟然取消天榜提名仪式！叶枫，你当真以为有云家庇佑着你，你就能肆无忌惮吗？公然亵渎天榜，得罪神殿，云小姐，这就是你选中的人。看来你的眼睛还是要擦亮一些了，否则只会给你、给云家带来祸端啊！我的眼光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况且，我相信叶枫说的话。难道这小子说的是真的？北域联军真的是少年至尊所杀？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！诸位，我万云能有今日成就，皆靠我血战沙场奋战了6年。我万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这些年，要不是我暗中派人保护你，你觉得以你的实力能安然活到今天吗？胡说八道！我家大人这些年遇到的危机，皆是有沈大人相助方能化险为夷，与你这病秧子有何干系？就凭他，我可是云儿出生入死的伙伴。出生入死的伙伴？据我所得知的消息，因为你的好大喜功，曾让云儿多次身处险境。要不是暗中有人相助，你恐怕早在境外战场就已经死了800回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。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，你心里清楚。叶枫，你非要胡搅蛮缠，等到神殿的人来了你才满意吗？既然你觉得我在闹，那我就闹给你看。3分钟，这场提名仪式就此取消。3分钟，这场提名仪式就此取消。冥顽不灵，自寻死路。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啊？就凭你个病秧子，也配左右神殿决策？我能不能做到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本事呢，原来只会在这口出狂言啊！我口出狂言？云儿斩杀北域阎军的事，人尽皆知，由我叔叔上报，神殿殿主龙晴大人亲自审批，并表示会为云儿亲自接榜提名。那又如何？如何？这说明我们云儿得到了神殿殿主龙晴大人的重视，而更改誓令这种大事，也只有龙晴大人能够亲自做决定。没错，这世界还没有什么人可以命令龙晴殿主。倒也未必，这世间有一人或许能改变龙晴殿主的决策。云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？据我所知，龙晴殿主的盖世武功，皆是由一位举世无敌、问鼎八荒的大人所传授。你是说，神殿上一任殿主天榜首位的那位大人吗？没错，也只有那位才有资格命令龙晴殿主。那又如何？你该不会是想说，他就是那位大人吧？他连给那位大人物提鞋的资格都没有，就只会在这胡言乱语。漂亮姐姐说的没错，我爸爸就是龙晴姐姐的师傅。他是龙晴殿主的师傅。你们敢对龙晴殿主不敬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我看你们真是不知道“死”这个字该怎么写吧。龙晴殿主贵为神殿之主，执掌神殿大权，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般的存在。岂是你们能够冒犯的？叶胖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可千万别连累我们万家。胖龟没有说谎，龙晴姐姐的武功都是爸爸教的。叶枫果然是神殿的上一任殿主。够了，叶枫，你就只会躲在一个孩子的身后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当今神殿殿主的武学皆为我所教，你会信吗？你既然不信，我又何须辩解？你当真是荒唐！你自己无能，为了你那一丁点可笑的尊严，如此大言不惭。你这样，只会把你和叛龟一起拖入深渊。云小姐，她今日不只得罪了神殿，还得罪了我们万家，你当真还要保她吗？当然，因为我相信她。终究是一介女流啊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她叶枫现在公然表示龙晴殿主是她的徒弟，你却还要在背后力挺她，你真以为你的能力大过神殿了吗？你还代表不了神殿。沈大人的叔叔是神殿供奉，位高权重，他
不配代表神殿，难道你配吗？我说了，我能不能做到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真是嘴硬啊！且不提你冒犯那位大人，单是对龙情大人的不敬，就足以治你为死罪，哪怕是云家，也保不住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神殿供奉到。神殿真的派人过来了？难不成这是叶枫那个病秧子叫过来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能认识神殿之人呢？云儿，你别担心，我叔叔乃是神殿供奉，若是真发生什么事儿，我能第一时间知道。神殿供奉沈晴天大人到。叔叔，原来是您来了。见过沈供奉。沈供奉此次前来，可是为了我们家云儿入天榜一事啊。当然，正是此事。天榜提名一事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叶枫，这真的是你安排的？现在你们可相信了吗？沈供奉，都是误会呀，误会呀！叔叔，发生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说什么？你不是来取消接榜仪式的吗？我是奉龙情殿主之命前来举行接榜仪式，待龙情殿主到场之后，便可正式提名。沈供奉，您是说我的提名宴并没有取消？当然，天榜提名乃神殿传统，其他人说取消，不能取消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个病秧子怎么能改变神殿的决策呢？差点被叶枫给骗了。叔叔，你可真是吓死我了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沈供奉，你有所不知，方才有人口出狂言，说要取消我家大人的提名仪式。你这等事，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。就是他，他不过一个病秧子，因为被我家大人所幸，于是怀恨在心，恶意在此闹事。还不止如此呢，他还要擅自揭开天榜，简直是罪不可赦。岂有此理！这完全是不将神殿放在眼里，你们还不惩戒于他？沈供奉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给您个交代。叶枫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哼，刚刚可是有人口口声声的说要把我们云儿踢出天榜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啊！他不过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急什么？时间还没到呢。你的时间已经到头了，我叔叔在这儿，还容不得你放肆。叶枫，事到如今，只要你乖乖将判官的抚养权交还给我，我倒是可以向沈供奉求情，暂且饶你一命。如若不然，你后果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？现在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殿主大人，我已抵达万家宴席，您有何吩咐？什么？万家天榜提名仪式暂时取消？什么？万家天榜提名仪式暂时取消？沈供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传，龙情殿主之令，天榜提名仪式暂时取消。宴会真的取消了？难不成真的是叶枫所为？他到底什么身份，竟然能让龙情殿主更改设料？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不还好好的吗？龙情殿主的想法，其实我等能够揣摩的，你们只需要遵循，待龙情殿主到来便是。可是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病秧子在此闹事，影响了龙情殿主对云儿的看法。叶枫，你可真是个害人精！我给过机会，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叶枫，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后悔我当初没有一剑杀了你，否则我也不会背负这么多年的耻辱，更不会让你将我多年的辛苦毁于一旦。云儿，如今我们还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那就是将少年至尊的抚养权拿下，有他在，万家迟早会崛起。我知道了，叶枫，
我万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将叶盼归的抚养权归还于我。从今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叶枫，我万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将盼归的抚养权归还于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2个人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万云，身份权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当做工具来使用吗？是，我这一心追求的理念便是踏足天宝，但这一切你永远不会明白，因为以你的身份，永远不可能踏足这个层面。我无法踏足。云儿，无需跟他多言，他只不过就是一个会躲在女人和孩子身后的废物罢了。之前有云小姐庇护他，但是现在我叔叔来了，还容不得他放肆。既然万云战神是少年至尊的生母，自然有权利决定他的去向。若是有人胆敢阻拦，神殿不会袖手旁观。沈供奉，你这是打算以势压人吗？云小姐，上京云家固然庞大，但跟神殿相比，不值一提。云小姐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这是我和小地瓜的事儿，还是交给我来解决吧。怎么，你还打算负隅顽抗是吗？难不成你还有跟神殿抗衡的权势吗？是，现在的我无权无势，但我所倚仗的却从来就不是权势，而是我自身的实力。你一身劳疾，何来实力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。叶枫，你疯了不成？你竟真敢揭开天宝！一块破石头而已，我接就接了。造反了，这真的是造反了！叶枫，我看你就是在找死。天宝位于神殿之中，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若无龙情大人的允许，擅自揭开天宝，那可是死罪。死罪？这世上还无人能定我死罪。狂妄自大，我看你是根本没将神殿放在眼里。今日我便以神殿之名审判你。老兄，你敢亲我爸爸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岂有此理！黄口小儿也敢如此放肆！别以为你是少年至尊，就奈何不了你。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育教育。沈公峰乃是天宝前30的强者，他若出手，就算是少年至尊，恐怕也无可奈何呀。少年至尊虽然天资卓越，但毕竟太过年幼了。看来今天叶枫要倒霉了。沈供奉这是打算以大欺小吗？你若是敢拦我，便是与神殿为敌，上京云家难逃其咎。你，小地瓜，这件事让爸爸来好不好？爸爸，相信爸爸。小子，你很有勇气，但是亵渎了天宝，今日你注定一死。沈晴天，年龄48，战力宗师大圆满，天榜排行29。但是以你的资质，这辈子也就止步于此了。你这个废物，怎敢在此点评沈供奉？哼，我看他就是演戏演过头了，真把自己当做天榜第一的大人物了。我是谁，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这就是天宝，没想到我等见到天宝，竟然是以这种形式。哥们儿，快看，天宝第一是谁？传说中的上任神主，能力压3域的至尊，竟然名叫叶枫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废物病样子，怎么可能是神殿的上任殿主呢？这一定是搞错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爸爸超厉害。沈晴天，你现在可还敢对我动手啊？叶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直在骗我吗？我何曾骗过你？如果你早告诉我你的身份，事情就不会沦落到是你一直不肯相信我。叶枫，你少往我家大人身上泼脏水！明明是你隐藏太深，屈居于万家，当了6年的全职奶爸，你就是故意在戏弄我家大人。云儿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榜第一。什么？他不是天榜第一？
神殿上任殿主，贵为九五至尊，一身修为登临奇境，能独灭3域至尊而于不败之地，又能是这一身烙病。由此看来，他根本就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罢了。什么？他是骗子？说的没错，神殿上任殿主虽然在参与当年那一战之后便下落不明，但也不至于沦落到万家担任赘婿。好你个叶枫，你竟敢戏耍于我！叶枫，把你那拙劣的演技收起来吧！别以为你与上任殿主同名就可以冒充他，他是你触及不到的存在。而现在在场的各位，也不是你3言2语就能蒙骗的存在。你们自以为是的本事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若是真正的殿主，又何须隐忍到现在？我爸爸真是天宝第一。叶枫，我倒是没想到你品行竟如此卑劣。你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也就算了，如今竟还胆大包天，连上任殿主你也敢冒充，简直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，他们的话你深信不疑，那我们之间也的确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的确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因为今天你在劫难逃。你擅自揭开天宝，还冒充上任神主，你注定生路断绝。生路断绝？这世上还无人能让我生路断绝。你无非就是仗着少年至尊和云家小姐的庇护，但在我面前，这一切都不够。乖乖束手就擒，还能死得痛快一点。想动我爸爸，先过我这关。那我倒要见识见识少年至尊的厉害。神殿殿主，请大人到。是殿主大人，殿主大人终于来了。叶枫，你的路走到头了。我原本想亲手解决你，但现在看来，还是将你交给龙情殿主来审判。只不过你的下场会更惨。那我倒要看看他龙情是如何审判我的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叶枫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认错吗？错的就不是我，为何要认错？你简直是无药可救，你自己找死，别拖着判官一起。这你不用操心，有我在，没人动得了判官。大人，我还是先别管他了，以免受到牵连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判官，我一会儿会尽力保下你，你记得与你这个废物爹撇清关系。龙情姐姐是不会动我的。见过大人。沈青天，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回殿主大人，属下已安排妥当，只不过这当中发生一件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殿主大人，有人竟然敢藐视我们神殿的威严，还敢擅自揭开天宝。何人如此大胆？怪不得师尊如此大胆，原来是有人在此地闹事。哎，就是他，刚才他在此冒充上任神殿殿主，然后还在这招摇撞骗，还请龙情大人惩戒此僚。所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属下认为应该将其缉拿起来，打入神殿死狱，以18种刑法一起治罪。混账！我看该打入死狱的人是你。龙情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殿主大人，属下未处理完善这件事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，还请殿主大人恕罪。你的确罪该万死，但你的罪不由我审理，滚开！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天宝乃上任神主所设，向来被龙情殿主视若珍宝，岂容他人玷污。不过连我都遭受了如此责罚，叶枫，他更是难逃其咎，必死无疑。如此甚好。大人，还好我们已经和那个病秧子断了联系，连沈公公都难逃龙情大人的牵连，我们怕只会被连累得更惨。与他离婚，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
姐姐，爸爸。叶盼归不得无礼，龙秦店人岂是你能冒犯的？哼！小师妹，最近有没有乖呀？当然了，小地瓜可乖啦。小师妹，大人，盼归小姐竟是龙情店主的师妹，这岂不意味着她师傅是上人神殿店主？怪不得盼归小年纪就是少年尊者，原来是那位大人教导出来的。女儿啊，这对于我们万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妈，您是说盼归和那位大人是师徒关系，那我们万家就是水涨船高啊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不过，前提必须要清除叶枫那个废物，他只会阻碍你，阻碍万家发展。可他毕竟是盼归的亲生父亲，碍于这层身份，龙情店主可能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女儿啊，我们可以这么做。龙情店主大驾光临，万云有失远迎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你就是万家女战神万云，盼归的亲生母亲。正是，龙情店主您知道我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若非是师妹一直惦记你，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她6年未见的母亲。龙情店主，您有所不知，并非我万云不愿见盼归，而是这6年来，他的父亲一直阻碍我和女儿见面。盼归爸爸阻止你们见面？没错，盼归的父亲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他不仅背着我勾结了云家大小姐，甚至还要将我的女儿卖给云家。龙情姐姐，她在胡说。您看，就连盼归都被他洗脑了，对我这个亲生母亲意见很大，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您出面帮我夺回我女儿的抚养权。你想要回盼归的抚养权？那要看看我师尊的意思。这种小事应该不用麻烦那位大人。徒儿龙情，见过师尊。徒儿龙情，参见师尊。师尊，起来吧。这病秧子真是龙情店主的师尊？那岂不是说他真是位列天榜第1的上人神殿店主？这怎么可能啊！病秧子，我师尊为守龙国，拼尽余力与3域至尊一战，方能护得服饰一隅。如此功绩，何人能及？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评论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误会啊，误会！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就是你的师尊呢。我早就说过，我爸爸是天榜第1，他们不信。小孩子就会开玩笑，叔叔给你买糖吃好不好啊？叶枫，我没想到你竟然隐藏的这么深。是我在隐藏吗？从我进门开始，你们何曾正眼看过我？一个个自命不凡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就可以随意践踏、羞辱他人吗？现在，你还是觉得我没有资格抚养小地瓜吗？有，你是盼归的父亲，我们云儿是盼归的母亲，你们俩共同抚养盼归，给小地瓜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我也想给盼归一个完整的家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不误会就解脱了。但是现在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你根本给不了小地瓜母爱。叶枫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是我过分吗？我只是如你所愿。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已经向你低头认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是向那所谓的权势、地位、身份而低头。若今天小地瓜不是少年至尊，我也不是神殿的上任殿主，你是否会改变想法呢？你难道就想让盼归那么小就失去妈妈吗？这件事不用你来操心，我自然会照顾好我未婚夫的女儿。小盼归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呀？漂亮姐姐是个好人，妈妈对小地瓜不好，对爸爸也不好。云瑶，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我才是她的亲生母亲，你根本就没资格照顾她。别忘了，是你亲手推开他们。是又如何？你不过是一个仗着云家背景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大小姐罢了。除开家族背景，你还不配与我比拟。我比不过你。当然，我苦修20余载方能成为一代战神，更何况
我现在亲手斩杀北域阎王，特封入天榜，我是你难以追求的存在。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，若非叛龟小师妹出手相助，就凭你，也配站在这里？龙琴店主，您是说我的功绩皆因叛龟吗？龙琴店主，您是说我的一切功劳皆是因为叛龟吗？你万云能有今天的一切，皆靠叛龟与我师尊。这不可能，北域阎君乃是我亲手所杀，您就算贵为神殿殿主，也不能一句话就将我的功绩抹杀吧？北域阎君身为北域13王之一，虽不堪入目，但修为也是大宗师境界的强者，其修为足以比肩天榜70席的强者，你又凭什么能抗？我就说，万云若真能敌得过北域阎君，他也不会被提下药。原来是坐享其功，还是抢了自己女儿的风头。他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不是这样的，要不是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，以你的姿势，还不足以入天榜，哪怕仅仅是莫席之位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小铁哥，我们走。这就是你的追求，好自为之吧。还不赶紧滚回去领罚！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？大人，这件事情和您没有关系，您只是做了正常人都会做的选择而已。不过是叶枫那个病秧子，仗着有龙情大人为他撑腰，才敢在这整势欺人。你不得无礼！他毕竟是那位大人。万云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你再怎么说也是龙国的一位女战神，战场上的大人。方才叔叔跟我讲，那位神殿殿主已经废了。废了？当年3域至强者以生命为代价，重创了上任神殿殿主。他如果不是废了，为何这么早就隐退了？可是，就算他是上任神主，那又如何？只是过往，他现在只是身患顽疾的一个病秧子而已，只不过有靠山罢了。即使他之前再怎么耀眼，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依靠外力而苟延残喘的废物罢了。想必龙情大人呢，也只是念及旧情来帮助了叶枫，所以说才会夺得你登上天榜的权利。差点又被他骗了。可惜呀，这原属于我们云儿的提名宴就被这个病秧子给毁了。云儿，过几日便是6年一度的武道大会，到那时，不仅龙国的各大高手会齐聚一堂，就连天榜上的强者也会来参加。而到那时，就是你大展宏图之时。因为武道大会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通过挑战天榜上的强者，也能踏入天榜。可是，要想踏足武道大会，不是必须先进入天榜吗？以我叔叔的身份，给你弄一个名额并非难事。沈大人，你对我们家云儿真是太好了。以我和云儿的关系，无需客气。只不过，我跟云儿的婚事，待武道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便与你成婚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神殿上任神主，竟然屈身于万家。虚名罢了。况且我现在只想陪着小地瓜长大。难道真如传言那般，你的修为被3域至尊拼死封印了？算是吧。爸爸，彩莲姐姐是你给小地瓜找的新妈妈吗？小孩子别乱说话。我觉得小叛龟说的可没错。叶枫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？云小姐，你我的婚约不过是双方长辈的一句口头约定罢了。况且我已经有小地瓜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不介意。叛龟，你想不想瑶瑶姐姐当你的新妈妈呀？好呀好呀，我喜欢瑶瑶姐姐。爸爸，我想让瑶瑶姐姐当我的新妈妈。云小姐，我现在只是个修为全无的普通人，你为何还要嫁给我呢？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自从你失踪开始，我就一直在选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我对你的态度吗？我等你想好了再找我，现在联系我。师尊，云小姐之所以一直寻你，可能是因为云家最近出了大事。什么事？过几日便是武道大会，
云家老祖大限将至，上京各大势力都在觊觎云家的地位，想要救云家，挤出4大家族好。云小姐此举，应该是想借助你的势力，震慑萧响。震慑萧响？要我拒绝他？为什么要拒绝？替我转告他，我会考虑的。什么？你要答应他吗？他帮了我和小地瓜一次，那我帮他一次，又怎么样呢？太好了，小地瓜有新妈妈啦！店主大人，这是参加武道大会的选手名单。曼云，你要帮他申请入场资格？店主大人，这我不知道啊！一定是我那只沈兰山偷偷塞进去的。看来这万云还不死心，想要证明自己。店主大人，我这就取消他的入场资格。不必了，将他的名字加进去。啊？万云不是跟大人离婚，所以才要加进去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他看看，他离开师尊是有多么一无是处。大人，成了，您可以去参加武道大会了。据说这邀请函是龙情大人亲自颁发给您的。看来沈大人并没有骗我们，龙庆大人没有怪罪你，他还是认可你的。看来提明艳之事只是为了顾及判龟小姐的颜面，龙情大人才会选择帮助叶枫那个病秧子说。外力终究只是外力，唯有自身强大才是真强大。我会向外界证明，我的选择没有错。叶枫，我今天带你回家见我爸，他可一直都念叨你呢。哟，这不是我们云家的大小姐吗？怎么，舍得回来了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的好姐姐，听说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你的未婚夫，找到了吗？哟，你就是叶枫吧？我姐名义上的未婚夫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我。听说你10年前去北境参加军阀，我以为你死了呢，没想到居然中途退出，跑到万家去当赘婿去了。我爸爸才没有呢。哟，还带个小拖油瓶回来啊！叶枫，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啊！现在都拖家带口来我们云家混吃混喝了。云阳，你给我说话正义一点。云瑶，你是真饿了，这种别人不要的废物你都能吃得下呀？你不准欺负云阳妈妈！怎么，你一个小废物还想出来逞能啊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撇下去？你敢！这是云家，我是云家少爷，我想把他们扔出去，还没人能拦得住。别动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了别动手，何必的？竟然让这个小畜生伤了！来人，给我废了他们！云阳，你闹过了没有？明明就是你在为师找事。云阳，你这是包庇2个外人吗？叶枫是我的未婚夫，他的女儿自然是我的女儿。你若敢动他们，那便是与我作对。云阳，你知不知道把他们带回云家意味着什么？这不仅是折损云家的颜面，还是让云家成为整个上京的笑柄。我爸爸才不会给云阳妈妈丢人呢！他是病秧子软饭男，人尽皆知，还不丢人？你要是再敢说我爸爸坏话，我就揍你！你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敢在我云家胡闹。爸，你可一定为我报仇啊！谁人敢伤我儿啊？爸，你误会了，叶枫是我的未婚夫，这个是他的女儿。她就是叶枫。对啊，之前您不是一直在念叨他吗？现在把他找回来了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胡闹！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爸，您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当初明明是您定下这个婚约的。是，这门婚事是我定下的，但是那不过就是口头约定的娃娃亲罢了。他叶枫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配得上你啊？何止啊，他还是个离异带娃的奶爸。
这要把他们收入云家，我们还不得被上京各大家族笑话死？爸，叶枫他很厉害的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罢了，难不成还有什么别的身份？他其实就是……别说了，我不会同意这件事的。况且，李家的聘书已经下过来了，我打算把你嫁给李家的战王。李清河，那个惊人满天飞的好色之徒吗？什么好色之徒？李大人身为上京最出色的青年才俊，情人多一点怎么了？李家是京都4大家族之首，权势滔天，仅次于神殿。他家的战王李清河，那实力更是不容小觑。年纪轻轻就位列天榜第2的位置，除了上任神主，无人能比。嫁到李家是你的荣幸，就连我们云家也是与荣有焉。爸，纵使他再耀眼，但他也是一个品德败坏的人才，我才不会嫁给他。这件事情由不得你，过几日便是武道大会了，这可是我们云家最后的机会，你那天必须与李大人成婚。若因为你导致他们李家针对我们云家，使我们云家跌落4大家族，这样的后果可是你承担不起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只要你不想嫁，没有人能逼你。只要你不想嫁，没有人能逼你。判官也会保护云儿妈妈的。就凭你们俩，也想插手我们云家的事儿？你个大坏蛋，有想挨揍吗？这是云家，容不得你放肆。叶枫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此事，乖乖解除婚约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如果我说不呢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家虽然最近示弱，但也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能够冒犯的。爸，你别冲动，叶枫不是我们云家能招惹得起的。云瑶，你话说反了吧？我们云家贵为上京4大家族，还怕这个病秧子不成？云瑶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叶枫的身份有多高？够了！你怎么帮着一个外人说话？你要是拒绝了李大人，那后果会严重到我们云家承担不起的。李大人可是天榜第2的强者，谁能与之抗衡？天榜第2而已，还不是我爸爸的对手。你以为你爸爸是谁呀？上任神殿神主，天榜第1吗？叶枫的确是上任神主。什么？他是上任神主？他是上任神主？爸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早就打探过了，他就是万家弃婿，怎么可能是上任神主？他身上毫无虚伪，的确不可能是上任神主。叶枫的身体确实出了点意外，但他上任神主的身份毋庸置疑。够了！我不管他是谁，我绝不可能让他入我们云家。你必须得嫁给李大人。我还以为云家人都是一群明事理的呢，没想到也是一群趋炎附势之辈。但你说谁趋炎附势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为了上位不惜卖你求荣，不是趋炎附势是什么？大胆！真的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吗？谁敢动我爸爸？这是少年至尊。好吧，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。爸，你想通了？少年至尊可以留下，作为云瑶的养女，但是叶枫这个废物必须滚出云家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替他抚养少年至尊是他的荣幸，而作为补偿，我儿受伤的罪责，我可以暂不追究。你们想的还挺美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这个由不得你，少年至尊必须留下，就当是我的医药费。你敢？少年至尊固然不俗，但你还不足以在我们云家放肆。我们云家的老祖可是受上任神主的深度提拔，他可是位列天榜前10。他若是出手，即便你是少年至尊，也会把你镇压的。我听爸的。你家老祖叫云飞啊？大胆！我们老祖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都给我住手！老祖，您怎么出关了？你们闹成这么大的动静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老祖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云家着想。
为了云家，武道大会即将开启，我云家受多方势力觊觎，独木难支，而您又大限将至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们只能把云瑶嫁入李家，方能保我们云家氏族荣耀啊！混账！我云家何时沦落到卖女联姻来维持安定？可是李大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李清河固然不俗，我就算披上老命，也不能让我们云家弟子受一点的委屈。是，就这件事，也不至于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我为何感受到少年自尊的气息？老祖，您有所不知，方才云瑶带回了2个人来云家闹事，其中还有1个人敢冒充上任神主。上任神主心系天下，为护龙骨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与3域至尊决战，功勋可嘉，功勋无量，是我们非常敬仰的。何人敢冒充他，真是胆大包天！就是那个病秧子敢冒充上任神主。老祖，他本是万家弃婿，现在又想入赘咱们云家，还请老祖出手将其镇压。混账！上任神主也是你敢冒犯的。云飞扬见过神主大人。云飞扬见过上任神主。云老，我许客气。他真的是上任神主啊！云瑶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早就说过，只是你们不信。神主大人，我云家弟子竟敢冒犯你，我立刻将他们逐出家族，任您处置。老祖不要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神主大人呐。罢了，他们也是无心之举。多谢神主大人，多谢神主大人，还不赶快退下！神主大人，为何老朽感觉不到你的修为？老祖，您有所不知，叶枫的修为被3域至尊拼死封印了。什么事？大人您……当年那一战的确出了点变故，不过现在基本已经无碍了。那就好。神主大人，你是来我云家是为了……李家与武道大会的事，我替云家解决。可您的修为……老祖，您就放心吧，既然叶枫开口了，他一定有他的办法。老爷爷，我爸爸可是很厉害的哦。这也好。神主大人，您要需要什么帮助，请您尽管吩咐。叶枫，谢谢你，只要让龙情店主出面，就能解决此事。龙情还有别的事儿，暂时没有时间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无所谓，因为我会出手。什么？就算他会是少年至尊，他也无法做到啊！毕竟还有李清河那种天榜第2的虎视眈眈。对呀，妈妈，不是派贵出手，而是爸爸亲自出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以你现在能力，你怎么能做得到？无需担心，你只需要拭目以待。恭喜师尊修为解封，登临极限，这世间将无人是你的对手。修为被封印了6年，但也因此跨过了那层门槛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武道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武道大会乃是神殿传统，由于天榜诸强重新排名，以往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但今年或许不同。师尊，毕竟您消失了6年，少了您的背摄，这天榜前10中有不少人蠢蠢欲动，尤其是天榜排名第2的李清河，他已经昭告天下，将在这武道大会上登临天榜第1。李清河想当天榜第1？李清河实力的确不凡，以他的能力，能在短短6年之内达到天人境界，但是以他的姿势和威望，远不及师尊你当年，他根本不配登临天榜第1。既然他想挑战，那我给他这个机会又能怎么样？弟子明白。另外，万家万云也会参加此次武道大会。万云应该是对曲乔提名一事不服气，想要以此证明自己，但以他的姿势，恐怕连入场都进不去。
无需管他，沉寂了6年，也是时候做出抉择了。弟子龙晴提前恭喜师尊回归神殿。这些就是天榜上的强者吗？好恐怖的气息！看样子，他们都是向着这块石碑去。据说这是神殿动用了3000名考古学家，在昆仑山脉寻找多年，最后在一处奇门踪迹当中寻找到的悟道石碑，价值连城。沈大人，此物来历竟如此神秘。悟道石碑能测出武者的天赋与潜力，同时它也是武道大会的入场考核，只有成功将其激活，方可进入下一会场。据说上任神殿殿主曾经激活了10层完美天赋，堪称史无前例第1人。大人您能生出叛龟这样的少年至尊，激活悟道仙石自然不在话下。只可惜叛龟被那个病秧子带走了，否则我们将一起见证新一段传奇的升起。只要云儿展示出耀眼的天资，神殿不会视而无睹的。等到那时你真正的加入神殿之后，拿回叛龟的抚养权，那不轻而易举吗？今日我便要再次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叛龟也能帮云瑶妈妈打会大。叛龟还小，等长大了再帮云瑶妈妈。今天就交给爸爸好不好？好，叛龟相信爸爸。叶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貌似跟你们没关系吧？武道大会是天榜上的强者竞相争锋之地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爸爸是天榜第1，我爸爸自然能参加武道大会。他有什么实力可以证明他是天榜第1？一个弱不禁风的废物也敢妄想挑战天榜诸强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想必你是被云小姐看出你那拙劣的演技，然后被扫地出门了吧？所以说你今天来的意思是来寻求云儿的原谅？叶枫，我早已言明你我之间并无可能，你又何必纠缠不休？我纠缠不休？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咱们2个人之间已经不可能了，你趁早死了这要行吧？除非你把叛龟的抚养权交给云儿，我们就宽恕你违了云儿提名宴之事。你们自以为是的本事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自以为是的人是你，你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，在这叫嚣什么？谁说叶枫没有参赛资格？叶枫是代表我云家参战，诸位有什么意见吗？叶枫是代表我云家参战，诸位有什么意见吗？什么？你让这个病秧子代表云家参加武道大会？云小姐是嫌云家名誉太高，特意让她过来丢人现眼的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评议我云家？你，云小姐，你这么做有意思吗？为了一个病秧子，不惜让你整个云家陷入险境吗？这就不用你敲醒，我相信叶枫会给我一个惊喜。云小姐，那这次怕是要你失望了。且不提他的身份真实性，你就看他这弱不禁风的体格，他拿什么跟武道大会的高手们争？我的底气，你还不配知晓。你也就会故弄玄虚罢了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恐怕你连悟道石碑这一关都过不去吧？悟道石碑而已，又有何难？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悟道石碑只有天资不凡、实力强劲的高手才方可激活。你一无天资，二无实力，你拿什么在这口出狂言？他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放肆！胆敢侮辱我家大人！武道大会讲究的是个人实力，云儿身为龙国的女战神，当然有这个能力了。而你呢？你就是一个废物。叶枫，说了这么多，你无非是想借着这个武道大会证明你自己罢了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和我比试的机会。我便给你一个和我比试的机会。比什么？以悟道石碑为准，看谁的天赋更高。我若输了，我万云便开诚布公在此和你道歉；但你若输了，便把叛龟的抚养权归我。这个赌局，你可敢接？废物就是废物啊！刚才叫嚣的不是很厉害？怎么现在怕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没资格和我比。你什么意思？
你连我都不如，又怎么能比得过爸爸？叶枫，你就是这么教育判官的吗？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惜让一个孩子替你吹嘘。判官说的都是实话。叶枫，你也就只会躲在孩子身后了。我家大人可是龙国最耀眼的女战神，这废物怕了也属实正常。叶枫，你若是不敢比，就趁早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徒留在此，也不过丢人现眼吧。我丢人现眼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如果有实力，就放出来让在场看看，而不是在这儿逞口舌之快。好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便成全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接受你的挑战。这个病秧子竟然真敢接下挑战！你怎么嘴这么硬啊？一个当了6年的全职奶爸，你怎么比得过这个征战沙场的女战神？大人，一定好好给点颜色看看。叶枫，你总算有一点男人该有的样子了。不过，这并不足以改变我对你的看法。弱者终究是弱者。乾坤未定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啊？我万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这一身实力，这是我不辞辛苦修炼得来的。我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又有人要参加悟道考核，他是谁呀？这不是前不久传得沸沸扬扬的女战神万云吗？她本可以进入天榜末席之位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取消了。他是想用悟道石碑来证明自己吗？既然有天榜资质，激活悟道石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叶枫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我就知道我家大人一定可以的。考核失败，天赋不足，请继续努力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家大人失败了！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就这样。怪不得提名宴会取消，原来他的资质根本就不够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怎么一点成效都没有？云儿，你别担心，可能是出现什么意外了。难不成是悟道石碑出了问题？悟道石碑乃是上古传下来的至宝，又怎会出错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之所以能入天榜，是因为小地瓜把功劳让给了你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叶枫，你少在这幸灾乐祸。连我家大人都激活不了的石碑，你更加激活不了。没错，云儿这场赌局并没有输，激活悟道石碑而已，易如反掌。这股威势怎么比万云还厉害？这人谁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难不成是什么隐士高手？吓死我了！我还真以为这个病秧子能激活悟道神碑呢。他只是故弄玄虚罢了。叶枫，你不是一样激活不了，有何资格侮辱我家大人？是吗？还没结束呢。怎么回事？这悟道石碑还没有考核完毕吗？不对，大家快看，悟道石碑亮了！啊，难道这个病秧子真的能激活悟道神碑？难不成他一直在隐藏实力？原来他一直在等着看我笑话。只亮了1环而已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资质能进入天榜。大人，还不必担心，咱们有沈大人，沈大人同样是天榜强者，而且可以亮3环。是，我的选择肯定没有错。10环，竟然是10环完美天赋！这已经多久没有出现了？上一次出现还是上一任店主大人。看来我龙国又要出一位至尊强者了。难道这个病秧子真具有至尊级的潜力？难道他真的是龙殿的上一任店主？至尊级潜力，上任店主。警告：
系统错误，警告，系统错误。这武道石碑怎么碎了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只有2种可能，要不是他的潜力天赋已经远远超过了武道石碑所能承受的范围，要么就是他出故障了。肯定是出故障了。他一个病秧子，怎么能拥有如此惊人的天赋？也可能是他暗中动了些手脚。叶枫，你简直是卑鄙！你竟然暗中作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作弊了？武道石碑都炸裂了，不是你动的手脚，还能是什么？那是因为我的天资天赋，它承受不住。你简直是可笑！你入赘我万家6年，你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？你不过就是个废柴罢了。怎么，你输不起吗？我乃万家女战神，如果你不作弊，你怎可赢我？不知所问。且不说雾岛石碑是否真的出了问题，从你的表现就可以看出，你万云根本就不敌叶枫根。我一代女战神，我不及他，我杀他只需一剑。万云，要做什么？你别忘了这里是武道大会，容不得你放肆。他毁我提名宴，令我万般羞辱，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你敢！你今天若敢伤他分毫，我必倾尽云家之力，让你万家在中海除名。云小姐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别当真啊！云儿，赶紧把剑放下。若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云小姐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仅凭一句话就能让我们战神家族出名啊！你是以为我们云家没这个能力吗？不，云家为上京的4大家族，让万家一夜出名，当然是轻而易举了。不过，那也只是你们之前的云家。你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现在云家的情况不容乐观吧？甚至快要跌出4大家族的行列了吧？到时候，你们云家还有这个实力吗？沈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说，云家已经没落了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云小姐为了这个废物病秧子，她拒绝和李家战神的联姻。李大人现在可是气愤不已啊，正准备找你们云家清算呢。你说的是那位年仅30就入了天榜第2李家战王李清河吗？这叶枫真是个祸，竟招惹如此的大人物。若不是因为他，你们云家会沦落至此吗？云小姐，你确定当真要保他吗？区一个李清河而已，还动不了云家。区，哼！李大人的实力有多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想象不到，他于我而言不过是手下败将罢了。手下败将？我爸爸是天榜第1，他是天榜第2，他当然不是我爸爸的对手啊！放肆！李大人岂是你们能诋毁的？他不过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，怎么能和李大人相比？叶枫，你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？你除了在这逞口舌之快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你们吧？你连入天榜的资格都没有，何来资格评议我呀？叶枫，你只是一时得势罢了，你还想吹嘘一辈子呀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什么叫吹嘘啊？那这么说，你不把李清河放在眼里也是真的？是又如何？好啊，你可真有种啊！我希望等一会儿李大人来了之后，你嘴还这么硬。叶枫，这话会不会说得太冲动了？李清河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啊！玉阳妈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爸爸是最厉害的。叶枫，我知道你是天榜第1，但那也是以前的辉煌战绩了。你如今修为被封，怎么和李清河抗衡啊？这件事你无需担心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动得了云家。你，算了，我还是跟老祖说一下吧。如果李清河真的要动手，老祖或许能救下你。李清河到。我告诉你啊，李大人可来了！你现在要是给我跪地求饶，说不定你还有一线生机。我说了，他还动不了我。你知不知道，李大人想要灭了你，
就跟屠狗一样简单啊！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啊！见过李大人，在下沈岚山，叔父乃是神殿供奉沈晴天，我们之前见过。原来是小沈的侄子，有点印象。感谢叔叔还记得我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李大人，您可有所不知啊！刚才有人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挑战您的荣威，我那可是极力劝阻，可是他死活不听啊，还说什么您是他的手下败将，竟然有这样的事儿！除此之外，他和您的未婚妻云瑶云小姐走得还特别近。岂有此理！觊觎我的女人，还敢藐视我的威严，我倒要看看是何人这么大胆！就是他，还请李大人出手镇压呀！原来是你啊！大人，你们认识？岂止是认识，他可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啊！偶像？李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那怎么能是你偶像呢？李大人，您这是算什么东西？也敢侮辱我偶像？他如果是废物，那我算什么东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人。 6年前，我第一次被人击败，让我有了深深的挫败感。但是我并没有就此气馁，反而将他视为我的偶像，一生追求的目标。 6年前，李大人就是天榜第2，能打败他的只有天榜第1。难道？没错，那个人就是他，神殿上任殿主叶枫。什么？此人便是那个神秘莫测的神殿上任殿主？殿主，他不早就已经失踪了吗？难怪他的实力天赋连悟道师都参悟不透，原来是那位传奇人物。 原来他真的有如此实力，他一直在隐藏，我根本就不及他分毫。大人，不是这样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李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个废物，他怎么能是你偶像呢？刚才是你让我去镇压的。没有，大人，这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偶像啊。既然如此，我答应你这个要求。哎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李大人和叶枫那家伙有过节呀。叶枫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6年，你知道这6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今天我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。想一雪前耻，你还不够格。我不够格，如今我已是天人巅峰级的强者，差一步就迈入至尊级。那又如何？ 就算是至尊，也不敢在我面前造次。若是6年前，你的确有资格这样说，但如今你的修为还剩下多少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那场战争，3域至尊强者联手将你封印，你的修为尽失，如今又剩下多少修为？李清河，你真卑鄙！你就只知道趁人之危吗？闭嘴！你这个贱人没有资格说，我就搞不懂了。 你放着我这样的强者不选，偏偏要选这个废物，他哪点比得上我？在我看来，叶枫比你强上1000倍万倍。1000倍万倍，好，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打败他，让你看看他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叶枫，今天我要跟你来一场生死搏斗，你可敢接战？你可敢接战？这就是天榜第2的威压了，太恐怖了！得罪了李大人，叶枫今天死定了。叶枫，哪怕你先前再怎么辉煌，如今也只是任人宰割羔羊罢了。这也说明我的选择没有错。李清河，武道大会向来是点到为止，难道你要违背规矩吗？实力决定一切，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。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李清河。 你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被神殿制裁吗？他已经不是神殿殿主了。况且，当我夺得天榜第1，神殿将以我为尊。叶枫，现在我足够让你重视吗？这世上能让我重视的人不多，但很可惜，
里边没有你。你竟敢藐视我！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天榜第一吗？不许杀我爸爸！少年至尊，叶枫，这就是你的倚仗。不过凭他对付我还远远不够啊！红薇，没事吧？爸爸，相信吧。怎么，看出了你我之间的差距，想要放弃了吗？既然你执意要挑战我，好，那我给你这个机会。这个病秧子怎么感激李大人的挑战？他虽是曾经的天榜第一，但现在已经修为尽失，接下挑战无疑是死路一条。反正横竖都是一死，估计啊，他就是想死得体面一些。殊不知，他现在的行为就跟那跳梁小丑一样。叶枫，你别答应他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老祖和龙庭店主，带他们赶来，应该能保下。我倒也想看看他这些年有没有长进。叶枫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我尊重你，我会让你体体面面的死去。来战！一个是天榜第二，差一步便可突破至尊境的天人巅峰强者，而另一个虽然说是天榜第一，可是毫无修为。这场战斗毫无悬念。没想到上一任神主就会以这种形式落幕，真是让人唏嘘。叶枫，我等这个机会等了整整6年，今天我要在诸多天榜强者面前将你击败，证明我才是天榜第一。6年前我能败你，今日同样可以。你全身就是最硬，不知道等你死了以后，还能不能硬得起来？只可惜那天你注定看不见。少废话，去死吧！不要啊！跪下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你的修为没有被封印，你是装的。我的修为的确被封印了，但很遗憾，前不久被解封了。就算解封，你也不可能这么强大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是你太弱。不可能，我是人中之龙，差一步就能达到至尊境。我要你死！就算是至尊在我面前，也得俯首称臣，跪下！李大人居然被打败了，还输得如此彻底，这不可能！这就是天榜第一的实力吗？简直是不可跨越的鸿沟啊！我们是错怪他了，如此强者，要是在我们万家，我们万家何尝不会崛起呀？现在，你是否对曾经的行为感到后悔呢？现在，你是否对曾经的行为感到后悔呢？叶枫，原来这些年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是你从来没有关注过我，但凡你多关注一点，又岂会现在才知道？所以，连当年那件事也是我强行当年，你魅毒缠身，神志不清，只有我才能救你，没想到你却……不过，这一切也是多亏了你。多亏我？若不是你的冷血无情，我又怎会气血攻心，导致修为提前解封，甚至突破心境更上一层？现在，你还觉得我和叛龟是累赘，只会拖累你吗？这一切都是我万云咎由自取。若非我心高气傲，又怎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叛龟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爷爷妈妈，我们回家喽。等等，你我之间可还有挽回的余地？一切到此为止，破镜不可重圆，你我之间彻底清算，从此以后互不相见。